大家现在就可以抱起自家的小孙子、小重孙，摸摸他们头顶，或者摸摸你自己的头顶，看看上面到底有几个发旋。老一辈人常讲一句顺口溜，叫一旋金，二旋刃，三旋打架不要命。或者有的地方说双旋聪明，单旋乖。很多老爷爷老奶奶抱孙子，第一眼看别的，先扒拉头发找发旋，要是找着2个，那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哎呀，我们家祖宗积德，生了这个绝顶聪明的小人精，将来肯定光宗耀祖，对不对？其实啊，这些民间的老话只说对了一半的皮毛。现在有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听了就不屑一顾，说这不就是头发生长方向不同吗？西医说了，这就是毛囊在胚胎发育时候的基因遗传，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跟你讲，你如果只懂西医这一层，只看这个物质层面，那就太浅薄了。你没有看到生命的根本。在咱们中医的气脉学说里，甚至在佛家讲的因果业力里，这头顶的发旋根本就不是什么偶然的遗传，它是前生前世的修行业力，在你今生肉体上留下的契机印记，这关系着这孩子一生的命运走向，更关系着你们一家人的家运。诸位要记住，在大藏经里头记载过一个非常震撼的公案，这个故事不是我瞎编的，就发生在佛陀当年讲法的那个时代。今天我就把这个故事掰开了，揉碎了给你们讲讲，你们听懂了就知道家里如果有这种天赋异禀的孩子，到底该怎么带，怎么养，怎么保命。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地点在波罗奈国的观树给孤独园。你们读过佛经的都知道，这是佛陀经常讲法的地方。那天早上，天边刚泛起一层红彤彤的朝霞，草叶子上的露水都还没干透，园子里静悄悄的，连风刮过树叶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世尊当时就端坐在菩提树下，微微闭着眼睛，身上散发出那种极其柔和安宁的金光。底下几百个比丘大和尚全都规规矩矩地盘腿围坐在旁边，听佛陀开示。大家正听得入神，感觉身心都清净了。突然扑通一声，一阵极其杂乱的脚步声和哭喊声，硬生生把这园子里的清静给打破了。阿难尊者在旁边伺候，眉头当时就皱起来了，顺着声音看过去，就瞧见给孤独园的大门外头跌跌撞撞冲进来一群人。领头的是一对中年夫妻，看穿着打扮非富即贵，是棚里头的体面人。但是此刻这男的连鞋跑掉了一只都没发觉，满头大汗，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女的头发也散了，眼眶红肿的像桃子一样，满脸是泪。最关键的是，那女的怀里死死抱着一个4、5岁大的小男孩。迦叶尊者赶紧站起身去拦，轻声呵斥，说佛陀正在讲法，可喧哗打扰。结果那男的扑通一声，双膝一软，直接重重地磕在青石板上，急得嗓子都劈了，带着哭腔喊：尊者行行好，我们夫妻俩有天大的急事求见世尊，这是关乎我儿子的生死啊！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借我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来惊扰世尊。佛陀这个时候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佛的眼神那是极其慈悲的，看众生就像看自己的独生子一样。佛陀语气特别温和，说：阿难，让他们过来吧。阿难点点头，把这对夫妻引到了佛陀跟前。原来啊，这男的叫须达多，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富商，家里金银财宝无数，可以说是富甲一方。
女的叫莲花，是个极其温柔贤惠的当家主母。他们怀里抱着的这个小男孩，小名叫天童。这天童平时长得那是眉清目秀，脑子极其聪明，平时别人教什么过目不忘。可是这会儿呢，小脸惨白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眼睛紧紧的闭着，连呼吸都微弱的快感觉不到了，就像个随时会睡的瓷娃娃。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陷入了深度昏迷。须达多跪在佛陀脚下，咚咚咚的磕头，一边磕一边哭诉：世尊，求求您发发慈悲，救救我的独苗吧。我家这孩子打从娘胎里生下来就跟普通小孩不一样，您看他的头顶天生就长了2个发旋耳，一左一右，极其对称。须达多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村里的老人都说这是有大福报的面相，将来肯定是要做大官发大财。我们夫妻俩平时也宝贝得不得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谁能想到，就在3天前，他突然毫无预兆地昏死过去，怎么叫都不醒。我散尽家财，把城里城外所有有名的郎中都请遍了，人家连药方都不敢开，都直摇头说没救了。说到这儿，须达多浑身直打哆嗦，眼神里全都是绝望。后来我实在没办法，去求了一个极厉害的算命先生。那先生看了我儿子的生辰八字和面相，叹了口气跟我说，头顶双旋的人命格太重，如果没那个福气遇到名师指点，7岁之前必定有生死大劫，要是熬不过去就得找妖啊！世尊，您是3界的导师，我求求您救我儿子一命。妻子莲花也在旁边哭成了一个泪人，紧紧抱着儿子说，世尊，只要孩子能醒过来，平平安安的，我们愿意把家里的金山银山全都捐出来布施。他都昏睡3天了，尽少出多，我们真是活不下去啊！诸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对父母，你绝望不绝望？家里千顷地的一根苗，本以为是个天才，结果成了个催命的结束。现在我们很多父母也是这样，一遇到孩子出事生疾病，查不出原因或者性情大变，就开始病急乱投医，到处去拜庙烧香，找人看风水。但我跟你讲，那些往往都是缘木求鱼，你得懂得背后的因果和契机。佛陀听完，静静地看着他们，轻轻地点了点头。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喘，就盯着佛陀。只见佛陀慢慢伸出右手，轻轻附在小天童的额头上，一瞬间，大家肉眼可见的一道极其柔和温暖的光芒从佛陀指尖亮起，把小天童整个小身体都笼罩在里头。这孩子没事，不必惊慌，他只是魂魄有些散乱，气机冲撞了心神。佛陀的语气平平静静，但听到须达多夫妻耳朵里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接着佛陀道破了一个大天机，这头顶长双旋的人，他上辈子确实是积攒了极其深厚的善根和修行底子的。诸位，我讲到这里要给你们插一句嘴，解释一下这里面的玄机。很多人不懂，既然是上辈子修行的善根，怎么会在头顶变成2个发旋呢？你们要知道，人的头顶正中心在我们中医和道家的气脉学说里叫百会穴。百会穴是什么？它是百脉交汇的地方，是我们人体跟天地宇宙四面八方沟通的一个最关键的天窗。你脑子里的念头，你生生世世带来的那个业力，就是你前世积攒的账本，那个无形的气
它是要在肉体上找出口的。这股气机顺着身体往上走，走到百会穴要冲出来的时候，就像自然界里的龙卷风一样，会形成一股螺旋的能量磁场。如果你上辈子是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没造什么大恶，也没修什么大善，念头比较单一，那你这股气机就是平顺的，头顶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弦，这是常态。但是如果你上辈子是个大修行人，或者是一个执念极深极其聪明的人，你脑子里的念头转得飞快，或者心里藏着两股巨大的能量，比如定力和智慧在互相冲撞，这股气机冲到头顶，它就化成了2个弦，甚至有的是3个。所以发弦其实就是你心念和业力在肉体上的雷达天线。所以你看《华严经》里头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句话听着高深，我给你们翻译成大白话，就说你别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事，你要想看透这个天地宇宙的规律，只要记住4个字：唯心所造。你外表长什么样，面相好不好，头顶开几个天窗，不是父母随便遗传给你的，全是你自己生生世世的心。你的起心动念在肉体物理上的显化，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命盘就有多大，你的执念有多深，你头顶的弦就有多怪。这就叫相由心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小天童上辈子是个大修行人，有着极厚的善根，按理说这辈子应该福星高照，顺风顺水啊，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昏睡3天，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呢？那个算命先生凭什么断言他活不过7岁？你以为长了双旋就一定是来报恩的，就一定是来享福的？大错特错，有多大的福报，老天爷就必定给你安排多大的模考。佛陀把手收回来之后，脸色却变得非常严肃。他看着这对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父母，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以为孩子头顶长了2个弦生下来聪明绝顶，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是来光宗耀祖，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这恰恰是老天爷给你们家出的一道大难题。在场的大和尚们，包括阿难尊者、迦叶尊者，全都竖起耳朵听。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啊。老百姓常说双旋聪明，怎么到佛陀嘴里反倒成了一道催命的难关呢？佛陀接着开示，他说：这世间凡是头顶双旋，带着前世深厚善根投胎的人，生来必然带有3大特征。这3大特征，前2个听起来是天大的好事，但第3个却是极其要命的致命伤。诸位，你们现在家里如果有那种特别聪明、一点就透的孙子孙女，一定要把这3大特征对号入座，好好听一听。佛陀伸出第1根手指说，这第1大特征叫天生灵性极高，能察觉常人看不见的东西。什么叫灵性高？你们想想看，有些小孩子才2、3岁，还不会说完整的话，但他有时候会指着没人的空屋子发呆，或者突然对着一个角落傻笑，甚至有些孩子去到某些阴暗的地方，就会莫名其妙的大哭大闹，怎么哄都不行。大人以为是生病了，其实根本不是，那是孩子天生带的灵气重，他的天眼或者说他的感知力还没完全闭合，能感受到周围好坏的磁场。双旋的孩子，这种灵性比普通孩子要高出10倍100倍。妻子莲花一听，眼泪又掉下来了，连连点头说：世尊，您说的太准了，我家天童就是这样，他从小就经常指着半空说能看到发光的人，我们还以为小孩子胡说八道呢。佛陀点点头，伸出第2根手指说：
这第二大特征就是脑子转得极快，智慧超群，学东西一点就通。因为他上辈子是个大修行人，或者是个读书人，他脑子里的那个硬盘是带着资料投胎的，这辈子只要稍微一启发，过去的智慧就全冒出来了。须达多在旁边像捣蒜一样点头，抢着说：对对对，世尊，我儿子3岁的时候，我随便教他念了几遍千字文，他第二天就能倒背如流。4岁的时候，家里请的教书先生教他天文地理，他居然能反过来把先生问得哑口无言。街坊四邻都说我家出了个文曲星下凡啊。说到这里，很多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肯定羡慕得不得了，心想：哎呀，要是我家能出这么个神童该多好。但我跟你讲，诸位要记住，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佛陀在这个时候语气突然加重了，他说：你们只看到了他的聪明，却不知道这双旋的第3大特征命里波折极多，一生必然大起大落，甚至容易中途夭折。这句话一出来，须达多夫妻俩嗡的一声，脑袋都炸了，瘫坐在地上。在场的比丘们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老天爷嫉妒聪明人吗？我跟你讲，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深奥的宇宙玄学铁律，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因果业力。你们要知道，一个人的肉体就像是一个水杯，而他的智慧和灵气就像是往里头倒的开水。一个4岁的小孩，他的身体器官，他的福报承载力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可是他脑子里的智慧转得太快了，灵气太重了。这就好比你用一个薄薄的玻璃杯，非要往里头猛灌滚烫的开水，啪的一声，杯子就砸了。这就叫惠及必伤，情深不寿。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地藏经》里头有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是这么说的：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老百姓，你脑子里每转过一个念头，每起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在造作业力，都是在因果的账本上记下了一笔。普通小孩子脑子笨一点，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他不起什么复杂的念头，所以他造的业就少，福报消耗的就慢。可是你家这种双旋的神童呢，人家想一件事，他脑子里已经转了100个弯了。他一天动的心眼，起的念头，抵得上普通人1个月。他脑子转得越快，起心动念越频繁，他消耗的自身福报和气机就越恐怖。佛陀看着昏迷的天童，告诉这对绝望的父母，这孩子之所以昏睡3天，险些丧命，根本不是得了什么急症，而是他前世的庞大记忆和灵力在这个时候突然开始觉醒，那股巨大的气机在身体里乱窜，他今生这个4岁肉身的福报根本兜不住，加上他平时太聪明，招惹了外界无形的嫉妒和不良磁场，内外一夹击，心神就彻底涣散了。我讲到这里，你们仔细想想看，咱们现在社会上是不是经常看到那种10几岁就考上名牌大学的天才少年，或者是年纪轻轻就一夜暴富的奇才，大家一开始都捧着他们，结果过了几年一看，有的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甚至走上了绝路。为什么？因为德不配位啊。老祖宗早说了，没有厚德，你怎么载物？你光有小聪明，没有大福报去托底，那个聪明反而是杀人的刀。这也是我今天要提醒所有长辈，如果你们家有一个极其聪明、调皮、脑子转得飞快的孩子，你千万别到处去炫耀，更别毫无底线的溺爱他。你这是在把他往火坑里推，你得赶紧教他收敛，
叫他懂得敬畏，得用大善念去帮他护住那个微弱的命盘。这时候须达多绝望地磕头，世尊，那我儿子的命盘已经这么险了，到底该怎么救啊？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没命吗？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只躺在莲花怀里，被佛陀用金光护住的小天童，他的眼睫毛突然微微的颤抖了一下，紧接着这孩子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那一双眼睛啊，清澈的就像秋天的高原湖泊一样，没有一丝杂念。你以为孩子醒了，认出爹妈，大哭一场，这事就算平平安安圆满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差点没把须达多夫妻俩吓晕过去。这刚刚苏醒的4岁小男孩没有哭，没有闹，甚至连看都没看自己亲妈一眼。他极其冷静地伸出一只小手，轻轻挡住了莲花伸过来的胳膊，然后他晃晃悠悠，但非常坚定地站了起来，从襁褓里挣脱出去，一步一步直直地走到佛陀跟前。在全场几百个比丘大和尚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这4岁的娃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双手极其标准的合十，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等他抬起头的时候，嘴里吐出了一句话，这声音虽然还是个稚嫩的童音，但那个语气，那个沉稳的劲儿，简直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80岁老修行。他看着佛陀，眼眶一红，说：师父，弟子可算找到您了，好几辈子了，我就盼着能再听您讲经说法啊。轰的一下子，整个给孤独园简直像炸了锅一样。须达多和莲花这2口子直接傻眼，你看我看你，脑子里一片空白。须达多心想，我儿子疯了吧？平时在家里娇生惯养，连庙都没去过几次，怎么突然冲着佛陀叫起师父来了？还说找了好几辈子，旁边的阿难尊者、迦叶尊者这些大阿罗汉也是面面相觑，大家都齐齐刷刷地看向佛陀，等着世尊给个说法。佛陀一点也不惊讶，他极其深邃慈悲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天童，微微笑了一下，说：你前世是我座下的得道高僧，精通各种神通，只可惜啊，你临终的时候意念起了执着，一门心思想把佛法传得更广，没能放下，所以才有转世重来。你头顶这2个发旋，就是你上辈子修行的智慧留下的印记啊！小天童听了这话，眼睛里闪过一丝恍然大悟的神情，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他一边磕头一边说：弟子想起来了，前世确实跟着师父修行过，只是这投胎转世的隔音之谜太苦了，把以前的事全忘光了。要不是今天师父点化，我还在这红尘里头打滚呢。诸位，我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明白了。这段公案讲透了咱们民间老百姓最关心也最迷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轮回与善根的真相。现在很多老人家看到家里出了个极其聪明，学什么都快，但脾气古怪甚至体弱多病的孩子，总觉得是祖宗保佑，是个天才。我跟你讲，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这哪里是来享福的，这是带着上辈子的执念来补考。你看这个木莲高僧，上辈子修行那么好，神通那么大，为什么还要投胎变成个小屁孩，重新受这生老病死、昏迷不醒的罪？佛陀说得很明白，因为他临终的时候意念执着。咱们学佛的人有一部经典是必须要读的，就是《金刚经》。《金刚经》里头有一句极其核心的话，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给你们用大白话翻译一下，佛是在告诉我们，
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感受到的、心里追求的一切东西，哪怕是最好的东西，它本质上都是不长久，是虚幻。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真了，死死抓住不放，你就见不到真正的智慧，你就解脱不了。你们仔细想想看，普通人执着什么？执着钱财，执着感情，执着儿孙满堂。这种执着叫世俗的贪念，这肯定要轮回。但是这个目连高僧执着的是什么？他执着的是我想把佛法传得更广，我想救更多的人。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伟大？是不是天大的好事？但我跟你讲，在真正的宇宙因果法则里，这也是一种执着。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个我要去度人，还有一个法要去传，只要你这个念头没放下，你那个清净本心就被这个念头给拴住。所以临死前这一念没放下，哪怕是善念，也变成了根绳子，硬生生的把它拉回了六道轮回里，重新投胎到了须达多家，变成了头顶双旋的小天童。他这辈子脑子那么聪明，是因为上辈子读的书、修的智慧还在。他这辈子命里波折多，4岁就险些丧命，是因为他得把上辈子欠的那个执念的债给还清了，把这门不及格的功课给补上。这就是轮回的铁律啊！老天爷不管你是凡夫俗子还是高僧大德，规矩面前人人平等。这时候须达多听得浑身直打哆嗦，声音发颤地问阿难尊者：尊者，那我这儿子，他眼里现在只有佛陀，他还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吗？妻子莲花更是崩溃了，一把将天童抱进怀里，死死搂住，哭着喊：不管你上辈子是谁，是高僧也好，是凡夫也罢，这辈子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就是我的孩子啊！你看，这就是做父母的痴心，这是最伟大也最让人心酸的执念。佛陀转头看着这对可怜的夫妻，眼神极其温柔，安慰他们说：放心吧，这前世今生并不冲突，他前世是修行人，但这一世既然投身在你们家，借了你的肚子出来，那就是你们的亲骨肉，这是你们结下的极深厚的缘分。这双旋的孩子这辈子注定是要经历大波折，做大事情。你们做父母的顺其自然，好好护持他就是了。小天童听到母亲的哭声，那原本属于老和尚的沧桑眼神慢慢又柔和了下来。他伸出小手摸着莲花的脸，眼眶红红的，说：娘，您别哭，我还是天童，我哪里也不去。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无不动容。原来这世间所有的相遇，真的都是久别重逢。所有家里那些难养的聪明孩子，真的都有他前世未了的缘分。可是诸位，你们千万别以为天童认了前世，一家人抱头痛哭一场，这事就算皆大欢喜了。你想想看，一个带着高深记忆和极强灵力，头顶开着2个天窗的4岁小孩，在这红尘俗世里，那就是一块发着光的唐僧肉啊！他刚才醒过来，气机一冲，双旋的能量场彻底打开了。这股光芒普通人看不见，但在那个无形的法界里头，早就像探照灯一样刺眼了。佛陀刚才说双旋之人命里波折多，容易招惹邪祟，这可不是吓唬人。但这孩子到底招惹来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你以为是普通的妖魔鬼怪吗？接下来事情差点把整个给孤独园给掀翻了。这暗中潜伏了几百年的冤亲债主，马上就要登场来夺命，这是怎么回事？咱们接着给你们拆解。刚才咱们说到4岁的小天童认出了前世的师父，一家人虽然抱在一起，但心里那个大石头根本没落地。
须达多这当爹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赶紧磕头问佛陀：世尊啊，既然我儿子上辈子是您座下的高僧，带着这么大的善根和聪明才智投胎到我家，按理说老天爷应该保佑他平平安安，长命100岁呀。那他为什么还会突然昏迷3天，连气都快断了？那个算命先生凭什么说他活不过7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做父母的心里最怕的一件事。为什么那些从小被夸成神童的孩子，有的反而容易折寿，容易出大意外？佛陀当时看着满脸惊恐的须达多夫妇，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我跟你讲，这段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尤其是家里有那种特别聪明、头顶双旋甚至多旋的长辈，这就等于是给你们家孩子提前排雷的。佛陀说，双旋之人因为前世修行带来的灵气和智慧，这辈子脑子确实好使。可也正因为如此，老天爷在这个极其聪明的躯壳上同时挂了2道催命符，这也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2个麻烦。第一道催命符叫什么？叫恃才傲物，骄傲自大。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学什么都快，别人还在苦哈哈的背书，他看一眼就全记住了。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外头的亲戚朋友，全都围着他转，天天夸：哎呀，这孩子真是个天才，我们家祖宗积德了。人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如果没有极其严厉的家教去压住他，他那个心气儿蹭的一下就飘到天上去，他会看不起身边的同龄人，觉得别人都是笨蛋，他会看不起老师，觉得你教的那些东西我都懂。这叫什么？这叫我慢。在我们佛教里，傲慢是最折损福报的。你的聪明是上辈子修来的存款，你这辈子不继续行善积德，反而天天用傲慢去挥霍，那个福报漏得比水缸破了还要快。福报一旦漏光了，老天爷要收你，那就是分分钟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所谓的天才少年长大了反而泯然众人，甚至精神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他那个命盘被他自己的狂妄给压垮了。这第2道催命符更可怕，叫心性不稳，招惹邪祟。须达多一听邪祟2个字，吓得脸都白了，颤着声音问：世尊，难道我儿子昏睡这3天是被什么不干净的鬼怪给缠上了？诸位啊，现在一提到邪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聊斋》里那种青面獠牙的鬼怪，或者是什么狐仙、黄鼠狼。跟你讲，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什么叫邪祟？在你漫长的一生里，那些故意把你带坏的朋友，那些引诱你沉迷游戏、赌博、烂桃花的坏磁场，那些在暗处嫉妒你，想把你拉下水的恶缘，还有你生生世世欠下没还清的冤亲债主，全都是邪祟。我年轻时读过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叫《楞严经》。这部经里头，佛陀把人修行路上容易遇到的魔障讲得透透的。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也是降服一切魔障的照妖镜，叫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用大白话给你们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中、修行中有了一些超越常人的本领，或者觉得心里特别亲近、特别聪明了，只要你心里不把自己当回事，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我还差得远呢。这种平常心就是一个好的境界。但是只要你心里升起了一个念头，哎呀，我真是太厉害了，我是天才，我是圣人，跟别人不一样，只要这个念头动，
轰的一声，你心里的缝隙就打开了，外面所有的邪魔外道、负面磁场瞬间就像苍蝇闻到血腥味一样，全部扑到你身上来，这就叫极受群邪。佛陀告诉须达多，你家天童为什么会昏迷，就是因为他年纪太小，前世的记忆和庞大的能量突然要在身体里苏醒，他那个小孩的心性根本掌控不住，这时候他的气机外泄，光芒太盛了，那些在这个世间游荡的，或者他生生世世结下的冤亲债主和邪祟一看，哎呀，这里有个灵气这么重的唐僧肉，而且现在心神不稳，正是下手的好时机，所以他们就来干扰他的心智，想要夺走他身上的灵气和气运。他这3天是在另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维度，跟这些负能量殊死搏斗啊！听到这里，莲花吓得一把捂住嘴，眼泪止不住的流。那该怎么办？我儿子以后还会遇到这种危险吗？佛陀极其平和地安慰他，防备的办法当然有，而且全在你们平时的起心动念里。第一，要找明师正法去引导他；第二，要让他存善念，多做善事，去积累福报；第三，就是要勤修心性，叫他收敛锋芒，别被外界的虚荣闭了眼。这3点后面我会极其详细的教给你。说完，佛陀招了招手，说来，天童，让我仔细看看你头顶的双旋。大家全都好奇的屏住呼吸围了过来。小天童非常乖巧的走到佛陀面前，低下头。佛陀伸出手，轻轻拨开他头顶黑亮柔软的头发。好家伙，大家探头一看，那头顶上明明白白有2个极其清晰的发旋，一左一右，极其对称，而且那纹路盘旋而上，看着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漂亮极了，甚至隐隐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吸引力。佛陀笑了笑，指着这2个旋对大家说，双旋长在头顶，左右对称，形如莲花，这是极其稀有极其吉利的面相。左边这个旋代表着定力，右边这个旋代表着智慧，这就是我们佛家常讲的定慧等持。光有聪明慧，没有定力，就会变成狂妄和神经质；光有定力，没有聪明，就会变成等死水一潭。只有定和会同时修炼，这孩子将来才能成大器救众生。迦叶尊者在旁边忍不住插了一嘴，问世尊，那只要长了2个旋的，就都是前世的高僧吗？我们怎么分辨真假呢？佛陀没有直接回答迦叶，而是想了想，突然低头看着小天童，语气变得极其深邃，问了一句，木莲，你还记得前世临终的时候，我站在你床前跟你说过什么话吗？这一问，整个给孤独园瞬间安静到了极点，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所有的比丘大和尚还有须达多夫妇，全都死死盯着这个4岁的娃娃。小天童闭上眼睛，小小的眉头皱在一起，像是在浩瀚的轮回记忆里拼命打捞那句最关键的话。突然，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微微发抖，2行清泪顺着稚嫩的脸颊滑落下来。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清澈的瞳孔里竟然闪过了一丝耀眼的金色光芒。我记得天童的声音再次变得沧桑无比，仿佛穿越了1000年的岁月。师父说，我因为意念执着，没能圆满。如果这辈子能重新找回前世的记忆，就必须参透这双旋的秘密，去完成我未了的心愿，普度众生。就在他话音刚落的这一个瞬间，
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天童头顶那2个像莲花一样的发旋，突然不受控制地迸发出极其耀眼刺目的金光，那光芒就像2把利剑直冲云霄，瞬间把整个给孤独园照得亮如白昼。周围的普通比丘和须达多夫妇吓得连连后退，根本睁不开眼睛。只有佛陀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天童似乎陷入了某种狂热的状态，他小小的身体竟然缓缓地飘到了半空中，双手无意识地结出极其复杂的法印，嘴里快速念动着谁也听不懂的古老咒语。在金光的照耀下，他的脸在不断的变换，一会儿是4岁的稚童，一会儿是饱经沧桑的老僧。无数个前世的面孔在眨眼间飞速闪过。就在这孩子灵力全部爆发，最毫无防备的一刹那，异变突起，天空中原本祥和的云彩瞬间被撕裂，一团极其浓烈、冰冷、透着死气的黑雾，唰的一下从天而降，带着极其凄厉的尖笑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朝着半空中的天童狠狠扑了过去。那黑雾里头还发出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劫劫劫！这双旋的孩子，我找了上千年，只要夺了他身上的灵气，吸了他生生世世积攒的善根，我就能天下无敌了。谁也别想拦我。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底下的须达多夫妇吓得魂飞魄散。母亲莲花尖叫一声，双眼一翻，差点直接晕死过去。在场的几百个比丘也是大惊失色，有的甚至吓得连连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端坐在菩提树下的佛陀脸色突然沉。佛陀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慌乱，而是极其沉稳地站起身来。只见世尊双手快速结出一个降魔印，冲着半空中那团嚣张的黑气，声如洪钟的大喝了一声：停！这一声可不是普通的大喊，这是带着佛家极其深厚的定力和无上的威严。这一个字刚落音，半空中那团原本张牙舞爪快要扑到天童脸上的黑气，就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一样，嗡的一下，硬生生地定在了半空中。紧接着，那黑气在一阵扭曲中，变成了一张极其狰狞丑陋的巨脸。佛陀的眼神此刻就像闪电一样锐利，直刺那张鬼脸，厉声呵斥道：大胆邪祟！这双旋乃是他生生世世精进修行的善根正果，哪是你这等阴暗之物能惦记的？还不赶紧给我退下！那黑气化成的鬼脸在佛陀的微光下，虽然被压制住了，但他极其不甘心，扯着嘶哑的嗓子咆哮：我不服！他生生世世欠下的因果债还没还清，今天他既然敢在这个时候开启契机，打开天窗，那就是我的好机会。对，这天地间最大的秘密就在他头顶，凭什么我不能抢？诸位，我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听好这段描写。听起来像不像《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但我跟你讲，佛经里记载的这段公案，讲的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鬼怪，他讲的正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的极其可怕的冤亲债主夺运大战。你们想想看，在咱们平时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家庭，原本顺风顺水，突然有一天家里那个极其聪明的孩子得了一场怪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或者家里刚刚要发一笔大财，走大运的时候，突然飞来横祸，不是出了车祸，就是被人骗得倾家荡产，大家都觉得这是运气不好。
其实在玄学和因果法则里，这就是你家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什么叫冤亲债主？就是你过去坑过的人欠下的情，造下的杀业。这些东西它也是一股能量，一股极其阴暗的磁场。当你平时运气好，阳气足的时候，它躲在暗处不敢动你。但是一旦你家里有人要觉醒了，要发大财了，或者像小天童这样灵气外泄，心神不稳的时候，你家运势的防护罩就出现了一条裂缝。那些冤亲债主一看，好啊，你小子想成佛，你小子想发财，门儿都没有，先把欠我的债还了。他们就会像这团黑雾一样，瞬间扑上来，咬住你家的气运，死死不放。面对这种无形的夺运之战，普通人一遇到，往往就像须达多夫妇那样，吓得六神无主，哭天抢地，到处去求神拜佛。你越慌，你心里的恐惧越大，这团黑雾吸收了你的负能量，它就变得越强大。那么面对这种极其凶险的局面，佛陀是怎么破局的？天童又是怎么自救的？这里头藏着佛家最高级的斗法秘诀。我年轻时经常读心经，里面有一句极其伟大的经文，也是降服一切妖魔鬼怪的最高级法门，叫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你的心里如果清清净净，没有任何杂念和执着，心无挂碍，你的心就是一个毫无缝隙的铁。既然没有缝隙，你就什么都不怕，无有恐怖。外面那些颠倒是非的邪祟，负面磁场就根本找不到地方下嘴，自然就离你远远的了。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斗法中，佛陀用的就是这个法门。面对咆哮的黑雾，只见佛陀极其平静的双手合十，身上那柔和的金光猛然间光芒万丈，就像一轮小太阳一样耀眼，瞬间把万树给孤独园里的每一个阴暗角落都照得透亮。双悬之秘，在心不在相。你这邪祟本是由贪嗔痴所化，还敢在此大放厥词。佛陀的声音如同雷霆万钧，每一个字都透着不可侵犯的威严与大慈悲。紧接着，佛陀极其随意地抬起右手，屈指轻轻弹，唰的一声，一道极其纯粹的金色剑光从佛陀指尖射出，犹如划破夜空的流星，直接洞穿了那张狰狞的鬼脸的一声。那黑气发出一声极其凄厉刺耳的惨叫声，就像是被滚烫的开水泼中的积雪一样，瞬间开始融化，变成了一缕缕青烟，眼看着就要彻底消散在天地之间。但是诸位要记住，冤亲债主的执念是极其顽固的，就在这黑气即将灰飞烟灭的最后关头，它居然砰的一声炸开，从中硬生生分出了一缕极其微弱但也极其歹毒的残魂。这缕残魂就像一条阴毒的毒蛇，以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速度避开了正面的金光，绕到侧面，死死地朝着半空中毫无防备的小天童转了过去。悉达多吓得大叫：儿子当心啊，你以为这4岁的娃娃死定了？错了，他上辈子可是修出神通的得道高僧。虽然他年纪小，但这极度危险的阴风吹过来，他头顶那2个分别代表着定力和智慧的发旋，瞬间感应到了危机。小天童在半空中猛地睁开眼睛，那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孩童的稚嫩，全是属于高深的威严。面对扑面而来的残魂，他不慌不忙，双手在胸前飞速变换法印，嘴里大喝一声，吐出极其玄妙的咒语。就在这一刹那，
他头顶的双旋中爆发出的金光，竟然在他的身体周围迅速凝结成了一个缓缓转动的金色佛轮。这佛轮光芒四射，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浑厚力量，就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将天童牢牢护在中间。那缕残魂砰的一下撞在佛轮上，就像撞上了烧红的铁板，顿时发出吱吱的灼烧声。残魂被佛轮死死地困在外面，进退两难，区区邪祟还敢放肆，还不给我速速降服。小天童的声音清脆响亮，带着降妖伏魔的正气。那残魂在佛轮的光芒下拼命挣扎，左冲右突，却怎么也逃不出这个由定和慧交织而成的天罗地网。最终惨叫一声，彻底化为了一缕青烟，消散得干干净净。佛陀在下面看到这一幕，极其欣慰地点了点头，笑着说：好啊，好啊，木莲，你虽然转世重修，但这底子和悟性是一点没丢啊！今天这番模考，正好帮你彻底找回上辈子的本领，把那些宿世的恶缘全都清除了。说完，佛陀双手结出一个极其神秘的大手印，嘴里开始念诵起无上的经文。刹那间，天空中隐隐响起了极其悠扬空灵的梵音，紧接着极其不可思议的祥瑞之兆出现了，天空中竟然飘落下了数不清的金色莲花，这些莲花纷纷扬扬地落下，全部朝着半空中的天童汇聚过去。天童头顶的两个发旋此刻转得飞快，就像两个漩涡一样，和空中的金色莲花相互呼应。随着一朵朵莲花融入他的身体，他身上的气息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强大。那些被前世隔音之谜封锁的记忆和智慧，此刻犹如决堤的洪水般，一股脑儿的全涌进了他的脑海里。等到最后一朵金色莲花彻底融入天童的眉心，他头顶的金光慢慢收敛了起来，小天童也像一片羽毛一样，平平稳稳地落回了地面。他慢慢地睁开眼睛，诸位，那个眼神已经完全是一个大彻大悟的觉者。他极其恭敬地走到佛陀面前，深深行了一个大礼，语气坚定且充满感激地说道：多谢师父慈悲点化，帮弟子护法退魔。弟子不仅找回了记忆，也明白了这双旋的真正意义。佛陀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头顶，语重心长地交代：木莲啊，你这辈子虽然转世成了普通人家的小孩，但你要知道，你的修行之路才刚刚开始。你头顶的这两个发旋，它既是你前世善根的标志，更是你今生可推卸的责任。以后你要用你的定力和智慧，在这红尘里头好好磨练，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把正法发扬光大，去圆满你上辈子的那个执念吧。天童重重地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哪怕粉身碎骨，也绝不忘今天的教诲。这时候旁边的迦叶尊者又凑上前来，他还是有点没弄明白，问佛陀：世尊，刚才这斗法是赢了，可我们平时遇到长着双旋或者天生极其聪慧的人，到底该怎么分辨他们是来报恩的善根，还是来讨债的邪祟呢？佛陀笑着摇了摇头，留下了一句极其深刻的千古名言：分辨的关键从来都不在外表的长相，而在他们那颗心里。真正有前世善根的人，哪怕他命里波折再多，他天生就会亲近正法，心地一定是善良的。只要你们好好引导，这双旋就是救命的法宝。如果引导不好，那这就是招惹灾祸的源头。
须达多和莲花在旁边听得冷汗直流，又是后怕又是庆幸。他们赶紧跪下磕头说：世尊，我们懂了，我们以后定好好教导他，再也不敢溺爱纵容他了。诸位，故事讲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极其过瘾？可是你先别急着走，你仔细想想看，你家孩子虽然没有飞天遁地的本事，但他如果在现实中遇到了学习的坎，遇到了坏朋友的诱惑，或者你们家遇到了莫名其妙的败运倒霉事，你到底该怎么对付那些无形的冤亲债主？下面我要讲的这3招，不仅能保住你家天才孩子的命，学会了还能救你一家人，彻底护住你们家的财运和家运。这可是实打实的保姆级自救大法。到底怎么操作？咱们直接上干货。你想想看，在座的诸位，你们谁家没有个孙子、重孙？谁家里没有个被长辈捧在手心里、聪明伶俐的小神童？就算没有双旋，咱们平时生活中谁不希望自己的家运顺风顺水、平平安安的？但是现在很多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完全不懂得怎么护住孩子的福报。孩子一生下来，好吃好喝的供着，稍微有点聪明才智，就到处发朋友圈炫耀。哎呀，你看我家孙子多厉害，3岁就会背诗，5岁就能弹钢琴。我跟你讲，你这不叫爱孩子，你这是在折他的寿，你是在扒光了衣服，把他往那些冤亲债主和恶劣磁场跟前推。我就借着佛陀教给须达多夫妇的道理，给你们实打实地拆解出3招金钟罩。这3招不仅能保住家里聪明孩子的命，还能护住你们全家人的气运。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记在心里，最好拿个本子记下来。第1招叫明师正法引导，给这把快刀配个好刀鞘。佛陀看天童头顶的双旋说，右边的旋代表慧，这双旋的孩子，或者说那些天生聪明的孩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晦气太重，脑子转得太快，像一把刚刚开刃的绝世宝刀，极其锋利。可是你想想看，一把极其锋利的宝刀，如果没有一个极其厚实沉稳的刀鞘把它装起来，你天天拿在手里晃荡，结果会怎么样？不是伤了别人，就是割破了自己的手，对不对？这个刀鞘是什么？就是明师和正法。现在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聪明，第一反应是什么？赶紧给他报奥数班，报各种才艺班，拼命的往他脑子里塞知识，教他怎么去竞争，怎么把别人比下去。我跟你讲，方向全错了。他本来就聪明，你再教他这些算计的东西，他那个慧就变成了世俗的狡猾，他的心气就会越来越骄慢。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个大老板的儿子，极其聪明，16岁就考上了顶尖的大学，全家人骄傲得了。结果这孩子到了大学，因为太狂妄，看不起同学，最后跟室友起了极其严重的冲突，不但被学校开除，精神还受了刺激，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这种天分极高的孩子，你第一件事不是教他怎么赚钱，怎么考第一，而是要给他找一个真正懂规矩、有德行的老师去引导他读圣贤书，教他什么是厚德载物，什么是敬畏之心。你要用传统文化里最正派的道理，把他那个锋芒给收住，这就叫用定力去锁住他的智慧。他狂妄，他命里的那个灾就消掉了一大半。第2招叫长辈多积阴德，用老树的根去护住新发的芽。这第2招是专门说给在座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听的。你们要知道，一个孩子在他成年之前，他自己的福报是极其有限，他就像是一棵刚刚发芽的小树苗，外面的风风雨雨
也就是我们说的冤亲债主和病痛灾祸，稍微大一点就能把它连根拔起。那他靠什么活下来？靠的是你们这些长辈这棵大树在底下的根啊！这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常讲的祖宗积德护佑子孙。孩子太聪明，灵气太重，就像一个漏水的金碗，他消耗的福气太大，单靠他自己根本补不回来，怎么办？必须靠你们这些长辈去多存善念，多做善事，把你们修来的阴德去填补他那个漏掉的福报。怎么积阴德？我给你们举个极其现实的例子。现在很多老人家特别疼孙子，孙子过个生日，哎呀，那排场大得不得了，去饭店里摆上10几桌，活鱼活虾、鸡鸭鹅成百上千地杀。老人家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这是给孩子庆生。跟你讲，你这哪里是在庆生，你这是在给孩子造杀业呀！你想想看，那么多生命因为你孙子的生日被宰杀，那股极其强烈的怨气和负面磁场，最后全都要算在谁的头上？全要挂在这个过生日的孩子身上。你这是在硬生生的折他的福，减他的寿啊！真正懂因果的老人家，孙子过生日的时候会怎么做？他们会买点米面油去送到敬老院，或者去孤儿院捐点钱，然后心里默默的念一句：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家的孙儿，保佑他平平安安，灾病消除。诸位，这就叫无形的金钟罩。你每一次不起眼的布施，每一次口下留情不去骂人，每一次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搭把手，都是在天地间的那个银行里存了一笔阴德。这笔账老天爷算得极其清楚，关键时刻这些阴德就会化成一道光，把你家孩子死死地护住，连那些恶鬼邪祟都靠近不了他半分。第3招也是最核心的一招，叫勤修心性，叫他吃亏，和光同尘。前面2招是外力，这第3招是要从孩子自己的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刚才说了，双旋之人容易招惹邪祟，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在动，他的虚荣心在动，他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你只要心里一骄傲，你的磁场就露出了破绽。咱们中国佛教禅宗里头有一部极其伟大的经典，也就是中国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本土著作《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在里面讲过一句震古烁今的话，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这句话太厉害了，我给你们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六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人的心里头平时总是平平常常，极其安宁的，没有那些高低贵贱的分别心，没有那些狂妄自大的气焰，你遇到什么事都不起波澜，心平气和，那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守什么清规戒律，因为你本身就是清净的。如果你做人做事极其坦荡正直，不搞阴谋诡计，那你每天打理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修行，何必非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参禅呢？所以怎么给孩子修心性，不是让他天天去庙里烧香磕头，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教他吃亏，教他认输，教他普通。你在家里不要事事都顺着他，他跟别的小朋友抢玩具，你要教他让给别人。他考试考了第一，你不要夸他是个天才，你要告诉他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你这次运气好，用功了而已。不要骄傲，你要极其刻意的把那个被别人捧在云端上的神童，一次又一次的拽回到泥土里来。你要让他沾上一点凡夫俗子的土气，这就叫和光同尘。诸位，你想想看，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如果他不仅脑子好，而且平时表现得
极其谦虚，不管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点架子都没有，什么亏都能吃。这种人在社会上谁会去嫉妒他？哪个邪祟能找到他的破绽？这不就是最大的定力吗？这就是把六祖坛经里的智慧活生生的用在现实生活里。你只要把这3招用好了，我敢打包票，不管你家孩子头上长了几个旋，不管他命盘多险，他这一生绝对能逢凶化吉，你们整个家族的气运也会越来越旺盛。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明明自己平时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怎么家里有段时间就是各种不顺，孩子生病，大人破财，倒霉事一件接着一件，你到处去算命看风水，却连个真正的原因都找不到。别急，这其实跟你的起心动念，跟你家里一些不易察觉的日常行为有极其重大的关系。接下来我将把今天讲的所有因果玄学彻底升华，教你一套根本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彻底改变命运，积累无穷福报的终极方法。这最后的天地根基到底是什么？咱们紧接着往下看。我经常跟大家讲，要想保家里人平安，尤其是保家里那种灵气重、波折多的小孩平安，你们当长辈的不仅要明理，最好还要去读一读《药师经》。这部经的全称叫《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里面有一句话极其灵验，也是极其厉害的宇宙法则，叫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很多人读到这里拍大腿说，哎呀，太好了，我这就跑到庙里去磕头，求佛爷赐给我家一个长命百岁的聪明大孙子，求佛爷保佑我家发大财。我跟你讲，你如果这么想，那就全错了，错得离谱。佛陀不是贪污犯，你烧2炷香，磕2个头，他就给你走后门办事了。药师经里讲的这个求，本质上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修。他是告诉你，你要用你平时的善念、善言、善行，去跟天地之间那个最纯正、最庞大的药师佛的清净磁场接通。当你自己的心，当你全家人的家风变成了一块极其肥沃的福田，那长寿、富贵、好儿女、平安顺遂，就是这块田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果子。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求必应。这就是天地间最大的玄学，也是你们家最顶级的风水。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内容极其深，也极其杂。我知道你们有些老人家，有些做父母的，平时家里事多，听着听着可能就绕晕了，记性不好了。没关系，我今天就像个老妈子一样，在最后帮你们啰嗦一遍，干脆利落的把今天这堂课的保命要点捋一捋。诸位最好拿出本子记好，这3条打死别做错。第一，别迷信神童表面现象，只要你发现家里孩子头顶双旋，极其聪明，学东西过目不忘，你马上要在心里敲警钟。这不是纯粹来享福的，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模考。你必须记住那句铁律，有多大的福就有多大的难。第二，认清2道催命符。这种孩子命盘之所以险，一是因为容易骄傲自大，二是因为心神不稳，容易招惹外在的坏磁场，也就是恶缘和冤亲债主。所以千万别毫无底线的溺爱他、捧杀他。第三，时时记住我教你的护运3招，给孩子找个有德行的好老师，让他读圣贤书，去收敛锋芒。这是名师引导，
你们做长辈的，平时绝不能借着孩子的名义大操大办、杀生造业，要多布施积德，去给他添补福报，这是长辈积阴德。在家里要刻意教他懂得认输，懂得吃亏，勤修心性，和光同尘。你想想看，如果你把这3条真正在你们家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了，你家的风水能不好吗？这比你花几十万请个什么风水大师来看阴宅阳宅要管用1万倍，对不对？诸位啊，我们今天能隔着这个屏幕相遇，你们能耐着性子把这段佛法的因果听完，这是极其深厚的宿世缘分。你想想看，现在的社会上有多少家庭因为不懂这些因果契机的道理，把明明是来报恩的带着大善根的好孩子硬生生的给捧杀了，毁掉了。又有多少当爷爷奶奶的打着疼孙子的旗号，由着孩子的性子胡作非为，最后把整个家族的气运全给败光了。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不仅仅是讲给你一个人听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今天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转到你们的家族群里，转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看，你千万别觉得这是在打扰他们。我跟你讲，你这可能是在帮别人家的孩子挡一场大劫，是在挽救一个家庭的命运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佛教里最推崇的法布施。分享善知识本身就是最大的布施，这比你花钱去庙里烧3炷高香还要管用得多。当你用这种善念去护持了别人家的运势，老天爷在那个无形的因果账本上会清清楚楚的给你记下一大笔功德。当你遇到坎儿的时候，这笔功德就会化成护体金光保护你。这就是用极其伟大的利他之心去护住你自己的家运，这就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对你管用，对你们家有启发有帮助，请你动动手指给我点个赞，并且一定要关注我。你关注我不是为了给我捧场，而是为了让这个平台的算法把这些能救人一命护持家运的善知识推送给更多还在迷茫和痛苦中挣扎的家庭。最后，我带着大家一起在这个视频底下造一个极其殊胜的共业福田。请你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极其真诚的善言，愿家宅平安，子孙有德。诸位千万别小看这一句话，文字和信念是有着极其不可思议的能量的。当我们成千上万个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在评论区写下这句纯粹的善言时，我们就共同凝聚起了一股极其庞大、极其亲近的正能量磁场。你留下的每一次祈福，仅是在为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后代种善因，也是在给这个烦躁的娑婆世界注入一份清凉。好了，这篇双悬公案的因果密码，今天就给大家彻底交了底。祝愿在座的每一位心平气和，家运昌隆，福慧双修，南无阿弥陀佛。